堂哥为了证明当地女人要求高，竟到处宣扬女人的不是。可谁能想到，他自己竟想找个完美老婆，不仅年轻貌美，而且要像古代女子恭顺，还不想出彩礼，竟还把单身的原因怪到当地女人身上。直到一个自称来自越南的美女出现了。好看的高质量小说千万，但人生胜利组这里占一半。全文一更到底，别忘了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我那一向抠门的大伯母忽然请大家吃饭，妈妈很纳闷，这非年非节的，咋搞这么大阵仗呢？爸爸也奇怪，也没谁生日啊。我下班回家，听到爸妈议论，一想到堂哥那副嘴脸，我就翻了个白眼说，我不去。自从堂哥非要把他那性格奇葩的兄弟介绍给我，还想强行把我们绑在一起后，我就特别讨厌他，尽量躲着他。不行，你爷奶也要去呢。到了饭店，大伯父和大伯母笑脸相迎，却不见堂哥。为啥突然请吃饭啊？还选这么好的饭店？叔叔问道。大伯父笑笑，好久没聚了，喊大家一起吃个饭。众人都不太信，毕竟大伯父一家特别抠门，主动请客，肯定有大事。我和堂妹林欣关系不错，赶紧坐到一起聊天。当我们聊到该不会想借钱吧的时候，堂哥隆重登场了。他身边还带着一个大概20出头的美女，长相清纯美丽，身材凹凸有致。那女人化着淡妆，嘴唇涂着亮光唇彩，在灯光下显得特别水润。堂哥带着她走进来的时候，步履轻快，头也抬得高高的。待坐下后，堂哥向众人介绍，这位是阮氏芳红，来自越南。啥？越南人？一桌子人都面面相觑。大家好，我叫阮氏芳红，请多多指教。那位美女站起身，用有点别扭的普通话跟众人打招呼，然后朝大家深深鞠躬。那鞠躬的角度比日本人的90度鞠躬还大。我们就是小城市的普通老百姓，忽然受这么大的礼，惊得纷纷站起身。小叔叔更是紧张的双手合十，萨瓦迪卡，萨瓦迪卡。有他带头，其他人也纷纷喊萨瓦迪卡。堂妹无语极了，人家是越南人，不是泰国人。几个人尴尬的不行。阮氏芳红嫣然一笑，继续用不太熟练的普通话说，没关系，大家不太了解越南，等以后成了一家人，我会让大家多多了解我的母国。一家人？小叔叔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直到这时，一直保持神秘的大伯母欣赏够了大家的表现，才得意地笑着说，小红是林安的女朋友，我们家未来的儿媳妇。哦，众人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大伯母忽然请吃饭，是来显摆堂哥找了个年轻漂亮的女朋友。我转头看向堂哥，35岁刚失业半年的大龄男青年，身高1.72米，挺着个像怀孕5个月的大肚子，脸前几年还算周正，现在已然衰老肥胖，发际线都退到清朝人的地步了。旁边的美女阮氏芳红，20出头，青春靓丽，身材苗条，这两人站在一起完全不搭呀。堂妹林欣和堂哥闹过矛盾，极其厌恶他，脱口而出，美女，你图啥呀？怎么说话呢？大伯母一家怒目而视。堂哥生气地说，当然是图我爱她，小红和我真心相爱，真正的爱情不讲物质，不图对方东西，哪像你们这些女人，一个个长得丑还想得美，要房要车要彩礼。堂哥说了一大堆，把林欣气坏了。眼见堂哥越说越过分，爸爸出言劝道，林安，你咋跟妹妹说话呢？堂哥大声道，是他先挑事，我今天好心请你们吃饭，带女朋友见见家人。林欣却觉得我配不上小红，像话吗？奶奶开口，好了好了，今天是大喜日子，别闹得不开心，坐下吃饭。众人纷纷落座，大家都特别好奇越南的习俗，自然就问了起来。阮氏芳红说，越南那边和中国习俗差不太多，尤其是北越，有很多人曾经是从中国移民过去的。在越南也有春节，还有12生肖，其他11个生肖都差不多，就兔不一样，我们那儿是猫。人们的姓名也跟中国一样，姓在前名在后。阮是大姓，女性比较多用红、玉、芳这些字作名，像我的名字阮氏芳红，阮就是姓，芳红就是名。我好奇地问道，那你名字中间那个字呢？阮氏芳红说，是表父姓的字，叫店名，通常放在姓和名中间。我们听得可起劲儿了。堂哥看着一圈人惊讶又敬佩的模样，胸膛挺得更直了。他伸手摸了阮氏芳红的下巴一把，用霸道总裁的姿势低声道，小红，我口渴。美女立马给他倒了一杯水，还亲手喂给他喝。这一幕把大家都看傻眼了，谁见过饭桌上美女亲自喂男人喝水啊？真乖。堂哥摸摸他的脑袋，看着我和堂妹说，学着点贤良淑德，别以后嫁不出去。我和林欣眼角直抽搐，大伯父一家看到这场景，满脸得意，爷爷奶奶也露出骄傲的神色。有个年轻漂亮的美女这么舔着堂哥，证明堂哥有能力有手腕啊。小红，敬大家一杯。堂哥敲着腿吩咐，他那姿态语气可真不客气，但凡正常女人都会不舒服。
可方红却乖乖站起身，客客气气的给大家敬酒。堂哥一家高兴的嘴都合不拢了。酒过3巡，堂哥开始有点晕乎了。有些人说我要求太高，现在打脸了吧？老子这么有能力有眼光，怎么可能找不到伺候我的好女人？35岁怎么了？男人40岁一枝花，35岁正开的艳呢。哪像女人超过25就开始贬值了？林瑶，你当初看不上我兄弟，现在你都30了，挑挑拣拣成大龄剩女，想找男人都没人要。你要是再回头找我兄弟都看不上你呢。你说你当初咋就拒绝他呢？真是挑剔。我紧紧握住拳头，他吹牛就算了，现在还对着我喷，我可生气了，讥讽道：是，你35岁秃头大肚腩还是一只花泥，失业被裁员1分收入都没有，天天伸手朝家里要钱，可真是个有能力的男人啊。我就好奇，要是方红嫁给你，你咋养她呀？这一番话对得堂哥特别尴尬，他赶紧跟方红说，我有钱，我不是被裁员，是不想干了，自己主动辞职的。之前跟你说过，我在和朋友合伙做生意，要干票大的，以后肯定能挣钱。方红笑着说，我相信你。看着两人你侬我侬的样子，我贴到林心耳边说了2句，然后大声道，既然堂哥有钱，酒必须上茅台才够牌面啊。堂哥一家脸色僵住了，又碍于情面不敢拒绝，赶紧转头看向爷奶，我先去了。林心不等爷奶开口，像炮弹一样冲出包间，迅速点了2瓶茅台，在进包间前就把盒子撕得粉碎。爷奶本想按大伯父一家的意思把酒退掉，可林心已经撕掉包装，生米煮成熟饭，只能干瞪眼。2瓶茅台生生多花了6000多块钱，大伯母心疼得不停抽泣，几个人看我和林心的眼神都是埋怨。我们俩面不改色，想财我获取情绪价值，不付出点代价怎么行？一顿饭吃完，我赶紧拉着乖妹妹林心离开。出了酒店大门，我和同伴满脸不屑，刚迈出门就开启疯狂吐槽模式。难怪他们要请客呢，原来是来显摆的。我皱着眉头，语气中满是嘲讽地说道，那美女不会是被骗了吧？以为能在高档饭店吃饭还能喝上茅台，就误以为堂哥是富翁，不然他咋会看上他呢？同伴一脸疑惑地猜测着。画面切换到回忆场景，一家人聚在一起，爷爷奶奶满脸慈爱地看着大伯父一家，大伯父抱着年幼的堂哥林安，我和堂妹在一旁。旁白，爷爷奶奶特别喜欢大伯父一家，因为3个儿子里只有大伯父一家生了个儿子，也就是堂哥林安，我家就我一个女儿。小叔叔一家也只生了林心一个堂妹，目前还在上大学。回忆画面里，过年时3个孙子凑一块儿，爷爷奶奶给堂哥一个大大的红包，堂哥开心结果，我和堂妹则拿着只有堂哥1半数额的红包。旁白，堂哥之所以变成现在这样，跟爷奶、大伯父一家过于溺爱有很大关系。小时候我们3个孙子凑一块儿，堂哥的红包肯定是最大的，我和林心只有1半数额。回忆中，奶奶站在一旁，理所当然地说，女儿是半子，孙女是半孙，自然只有1半，脸上毫无愧疚之色。画面转到姑姑回娘家的稀少场景，奶奶对着姑姑满脸嫌弃，嘴里念叨着养女儿没用。旁白，我还有个姑姑，嫁人后很少回来，爷奶经常骂她不识好歹，说养女儿没用，实际上是他们区别对待姑姑，她才很少回来。回忆画面里，又是过年发东西的时候，堂哥面前堆着一堆物品，我和堂妹只有寥寥几件，甚至有时候啥都没有。旁白，我和堂妹的红包只有1半，其他东西也只有1半，甚至有时候啥都没有。爷奶完全不避讳这么做，在他们的观念里，这就是天经地义、理所当然的事，就跟吃饭睡觉一样。回忆场景切换到堂哥小时候，堂哥刚撒完尿，爷爷奶奶就满脸笑容地夸奖着，而我和堂妹拿着考了100分的试卷，却只听到爷爷奶奶说，女孩子学习好有啥用。画面跳到堂哥读大专时，大伯父一家带着堂哥去看新房，堂哥兴奋地在新房里跑来跑去。旁白，有爷奶补贴，堂哥就算成绩不好，也不用担心房车和工作问题。他读大专的时候，家里就给他买了房。堂哥毕业时开着新车从学校出来，大伯父在旁边满脸得意。随后画面转到堂哥去新工作单位报到的场景。旁白，一毕业就买了车，还安排好了工作。我刚读完大学第1学期，拖着行李箱在路边走着，神情疲惫。这时堂哥开着车拉风的从我身边经过，摇下车窗。堂哥说，林瑶，回家了呀，要不是不顺路，我肯定送你。堂哥接着把一箱沉重的水果递给我，说，今晚我不回家吃饭，帮我把东西带给我妈。对了，你拿2个苹果吃吧。我一脸无奈的接过，我背着一大袋东西，手里还提着个大行李箱，看着那箱水果，满脸无语。堂哥却已开车跑远了，我认命的吭哧吭哧扛着一堆行李加水果往家走，累得气喘吁吁。回到家后，我气呼呼地向爸妈抱怨着刚才发生的事，爸妈一脸心疼地听着。我妈气得拿起电话就打给大伯母，对着电话大声说道，你儿子也太过分了，
让我女儿拿那么多东西。大伯母在电话那头不以为然地说，拿箱水果咋啦？连一箱水果都提不起，我经常背一大袋，还提很多东西呢。现在的年轻女人一点也不吃苦耐劳。画面切换到平时常见的场景，大伯母扛着大包小包，累得满头大汗，堂哥却空着手在旁边走，还振振有词地说，某些山区男人都不做事，女人要下地种田，生孩子，回家做家务，伺候一家老小。我又没让她下地干活，拿箱水果怎么了？别的山区女人天天背重物，她提那点东西就喊苦喊累。再说了，我让她拿2个苹果当报酬啊，又没让她白费力。画面转到现在，堂哥带着温柔贤淑的越南美女媳妇出现在众人面前，美女一脸温柔地依偎在堂哥身边。旁白，就这样一个堂哥，居然能娶一个年轻漂亮的越南美女做媳妇儿，那美女还温柔贤淑，啥事都顺着她。她眼瞎了吗？后来事实证明，这个越南美女不只是眼瞎，脑子也坏掉了。表哥那是每天都要发朋友圈炫耀他女朋友，之前他压抑了好久，这会儿弄到个美女，瞬间就扬眉吐气了，恨不能让全天下都知道。图片里呢，有时候美女在给他喂水，有时候给他洗脚，有时候在做饭，大多都是饭菜的图片，还配上一些话，今天亲亲老婆又给我做饭了。女人就该贤良淑德，我们国家的女人一个个想得美要得多，明明那么普通，却要房要车，还是越南美女好。我们看到后，那表情简直惨不忍睹，有些话在网上说说，平时嘴炮一下也就算了，谁会放到朋友圈里发呀？他不止发朋友圈，还在社交平台上发布，言语比起朋友圈更极端、更恶心，引得一堆人纷纷跪舔，求外娶技巧。当然，也有很多人骂他激情开怼，呵呵。某些老女人一看男人宁可外娶都不娶她就急了，自己的老 X 卖不出去，就开始破防大骂了。有人问不怕骗婚吗？他得意地说，怕什么？老子都睡过了，房子车子全款在我名下，不可能过户给他，我的钱全在我妈那儿，出去吃饭都得向我妈申请恋爱基金，他怎么骗？他就算骗婚，最多骗我许诺他的3万彩礼钱，3万块睡他，他还能给我洗脚，千值万值，我绝不会亏。这一番话让男人们更加敬佩，纷纷赞扬他真男人，真聪明，完美无缺。林鑫转发他账号的内容，我们看了之后都很无语，就这还说爱方红，尊重他，爱个屁呢！然后林鑫就把他的账号举报了。堂哥没了账号很寂寞，发朋友圈的频率更高了。有人在他发的洗脚的朋友圈下说，你也太不尊重妹子了，哪能让他这样给你洗脚，还把图片发出来呢？他立马喷那人，我很尊重他，尊重是相互的，他伺候我，我给他买包买衣服，互相爱护。越南地区男人地位很高，女人很低，女人要工作，要伺候一家老小，还要下地干活。嫁给我，小红不用下地干活，不用挨饿受穷，她已经处在天堂，我们对她已经够好了。一番话变得人哑口无言。堂哥总有一套自洽的逻辑，你要是说他不尊重女性，他肯定能找到更不尊重女性的例子，以此来证明他其实很不错。比如他经常发阿拉伯女人不能露脸，穆斯林女人规矩多，印度女人地位低的消息。塔利班禁止女性自由出入读书后，他激动地连发好几条朋友圈，仿佛他就是塔利班的统治者。他发这些主要是为了证明他这样的男人很好，某些女人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，否则就该送去叙利亚受罪。那次对人之后，大家都不再劝他了，只有他的好兄弟天天奉承他。没错，那个好兄弟就是堂哥曾经介绍给我的男人，和他一个德行。堂哥以为大家都在羡慕嫉妒他娶了越南美女，天天得意的不行。我观察堂哥的朋友圈，发现了一个迹象，每一张图片美女都没露正脸，他露正脸的图片非常少，只有2张，一张是洗脚的背影，一张是做饭的模糊侧脸，其他的全是饭菜。忽然间，我心里冒出一个念头，该不会是骗婚的吧？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想法。家族群里，林鑫转发了一条越南新娘骗婚的消息，他啥也没说，但意思全有了。堂哥立马冒出来大骂林鑫，你啥意思？你是觉得我很蠢，小红是骗子，我被骗了，你就是嫉妒，见不得我好。小婶婶跟林鑫一样心直口快，也冒出来说，我们这是关心你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堂哥说，用得着你们提醒，我们早就调查过了，人家小红啥都正常。我赶紧给爸妈打电话，让他们进群看热闹。这么一传播，7大姑8大姨都在群里冒泡了。大家都说先观察观察再下决定。林鑫，你也不照照镜子，长得丑还秃头，肥头大耳，又没工作，美女凭啥跟你呀？我笑得不行，帮腔道，林安啊，林鑫说的对，万一被骗了，又不是我们受苦，你得为大伯父大伯母还有爷爷奶奶想想啊。其他亲戚也纷纷表示赞同。亲戚们其实没坏心，可惜普通人没太多沟通技巧，言辞间无意中贬低了堂哥，这让堂哥受不了，他彻底破防，我咋就配不上他了？他长得漂亮，但我是中国人啊，他越南一个小国家，
穷得很，里面的女人个个都想嫁给中国人。那些白人丑男穷男都能娶年轻漂亮的美女，我身为中国人，为啥不能娶越南美女？但凡我娶个白人美女，你们这么说我还觉得你们是真心想帮我。我娶个穷国的黄种女人，你们就这样说，分明是见不得我好。亲戚们不乐意了，我们真是为你好。堂哥继续在群里咆哮，我们都睡过了，还怎么骗啊？房子车子都在我名下，他骗我啥啊？在这么多人的群里喊睡过，年纪大的亲戚们也接受不了，骂他不敬长辈，不尊老婆。堂哥被骂得灰溜溜的，我和林鑫等人就嗑着瓜子看戏。周末朋友约我吃大排档，我欣然前往。吃到一半，堂哥开着车带着方红美女来了。这家大排档很出名，离家又近，能见到他们我不意外。他们没看到我，在附近的桌子坐下。这时店员过来点菜，堂哥挥手让张月过来伺候。店员惊讶了一下，赶紧离开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看起来很苍老的女人拿着菜单走到堂哥桌前。那个女人我认识，是堂哥的前女友张月。堂哥的感情路很不顺，在学校的时候，女生会因为颜值喜欢他，可他喜欢天仙，看不上那些普通女生，尽找那种漂亮的捞女，结果就觉得女人都拜金，变得极端厌女。等出了社会，女人们变精明了，全都不愿意要他。堂哥很崩溃，当初他们喜欢我，我还看不上他们，长成那样我都愿意接受了，他们还挑我。堂哥恨得咬牙切齿，变得更极端了。后来年龄越来越大，在堂哥一次次提高彩礼后，终于有女人上钩，那个女人就是张月。结果相处了一段时间，张月摸清楚他的性情和家境，不要高彩礼，连夜甩了他跑路，这让堂哥更受打击。现在他有了越南美女，自然要找张月扬眉吐气。见到堂哥，张月脸色瞬间变了，但很快恢复正常，公事公办地问要吃点什么。堂哥搂住方红，随便点了2个菜，装作不经意地问，听说你离婚了？张月没回答，问点好了吗？堂哥笑得很恶劣，还没有哦，这儿怎么没有炒黄花菜呢？张月说，现在时节哪有黄花菜？堂哥说，对呀，过了节气，某些有眼无珠的女人就像黄花菜一样被人甩了。张月气得转身就走，堂哥不依不饶地站起身，魏老板，你家店员怎么照顾客人的？不知道顾客就是上帝吗？他给老子甩脸呢！他嗓门大，闹得凶，瞬间吸引全场注意力。老板、店员、张月站在一起商讨，其他人全都被吸引过去看热闹。在没人注意的时候，我看到旁边的方红站起身，走到路边僻静处接电话。我要上卫生间，恰好是他的方向，就跟了过去。放心吧，过几天就可以收货了。方红背对着我说，下次不要再让我碰这种蠢货，一不注意就偷拍发网上，我他妈就没见过这么贱的男人，屁大点事都要拿出去炫耀。他的普通话说的特别地道，完全没有之前那种别扭感，无意中听到的我大吃一惊。当初我想着越南新娘骗婚，结果方红连越南人都不是啊，而且听语气，他们应该有一个团队。听到什么？我第一反应就是装傻。方红笑了笑，说出来聊聊。我不想去，可要是不去，就装得不像了。眼看他走进黑暗里，我停下脚步，就在这儿吧。那边隐隐绰绰的，好像站着一个大汉。我腿有点软，拿起手机准备拨打110。放心吧，这儿是闹市区，除非我们想被枪毙，不然做不出当众绑架的事。方红回头温柔地按住我的手机，我们只求财不害命，也不伤无辜之人。不过你要是报警，那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。你的家人朋友我都很清楚呢，别怕。怕个屁呀，我都快吓死了。他这么一说，我的确不敢报警，我真只想和你聊聊天。方红说，你不想报仇吗？这个女人很厉害，一句话就勾起我的好奇心。方红说，你堂哥林安就是个垃圾，经常辱骂你，崇洋媚外，贬低咱们女人，难道不想让他得到教训？我就是气不过才对付他的呀。这话说的活像她是替天行道的侠女似的。不过不得不承认，说到我心坎里了。方红继续说，我骗不了多少钱的，最多就3万块。当真？我脱口而出。方红点点头，叹气，你堂哥很精明，我这次栽了，无论我怎么哄，他都只给3万彩礼。他卖起了惨，抱怨我就靠骗点彩礼钱过活，骗的都是些崇洋媚外、恶心巴拉的男人。他们但凡脑子正常点，也不会上当受骗啊。我这段时间让你堂哥睡，给他做饭，情绪价值给足了，收点钱不为过吧？结果呢，无论我怎么哄，他都只给3万彩礼。我这样的年龄、相貌、身材，要真去陪大哥，10几天下来也不止拿到3万了。我真栽了，你堂哥太抠门了。他这么一说，我想起堂哥当初的大放厥词。他之所以认定方红没骗人，就是因为房子车子都是全款，都在他名下，存款的大头在大伯母手里，他手上根本没多少钱。但凡出去吃饭消费，他都先用花呗垫付，月底向大伯母申请，超过300的消费，堂哥就会当场打电话向大伯母申请打款。但凡要点脸的女人，
听到他需要打电话申请才能付款，基本上都不会再坚持买礼物。堂哥一家就是这么精明算计，除了一开始谈好的彩礼，其他的休想多占他们一分便宜。即便是彩礼，也必须让堂哥和女方同居过后，领证前打一半，结婚当天再打一半。他和方红一早就约定好了，只拿3万彩礼。方红答应了。我记得堂哥曾洋洋得意地说，就算我林安有眼无珠，阮氏方红是个越南骗婚新娘，但我已经睡了他几次，他也伺候了我，3万块钱给他又如何？反正我一点也不亏。如今听到方红的话，我觉得他有点惨。我说，那你干嘛还要继续伺候他？才3万块呢，赶紧走吧。方红气愤地挥拳，那怎么行呢？我都付出这么多了，就算只有3万，也得拿到手再走。你这是何必呢？我忍不住说，好好干点正经营生不好吗？我犯了很多人都会犯的错误，劝风尘女子从良。方红掉下眼泪，诉说自己的不容易，大概就是豪赌的爸、生病的妈、上学的弟弟、破碎的他，还说这是他被迫第一次出来行骗，结果没经验，不止捞不到什么钱，还被林安各种羞辱，他都恨不得死了算了。诈骗这条路不好走，等干完这一票，他就金盆洗手，找个正经工作。他说的太过情真意切，我差点都要信了。我问出心中顾虑，你不会嘎腰子绑架我把我卖掉吧？方红仿佛一副被侮辱的模样，生气道，姐，我是这样的人吗？我望着他，欲言又止。方红仿佛知道没什么说服力，继续道，姐，你仔细想想，那腰子要活的才有用，以我们现在的技术水平，有几个能保存好腰子？除非把活人弄到越南去现场嘎，那太难了。这一路到海关，处处都要检查，除非人自愿跟我走，哪能把人绑到边界啊？成本太高，又不安全，这买卖不划算，还是骗2个钱得了。而且我们道上也是讲规矩和信仰的，我们只求财不害命。姐，中国人不骗中国人，我保证不会嘎腰子。我们是正规的诈骗团队，主要深耕网络线下诈骗业务，其他乱七八糟的营生不搞的。你说的这么清楚，真是细思极恐啊。但方红用各种俏皮甚至诙谐幽默的语言讲述出来，我又觉得不那么害怕，甚至对她有点亲切感。这女人也太擅长蛊惑人心了吧。方红用各种语言和姿态与我套近乎，讲述自己的不易。我傻了，才非要拆穿她惹毛她呢。一番谈话下来，我们俩仿佛已是相识多年的亲姐妹。我和方红一起回到大排档，那大排档灯火通明，堂哥还在那儿闹腾呢。我一看到他那副嘴脸就烦，自然不可能去揭发阮氏方红，揭发了对我没任何好处。万一方红告诉他的同伙拿我开刀咋办？总之，我和方红之间就属于那种你情我愿的骗人与被骗。我知道你在骗我，你也知道我知道你在骗我，可我们都愿意按照对方的剧本走。堂哥还在那儿吵个不停，得理不饶人。张月眼泪哗哗的流。方红说，你瞧瞧，这算男人吗？人家前女友离婚已经够惨了，沦落到大排档打小工更惨，他还落井下石。这种烂人，就他就是在危害社会。明知道方红在挑拨离间，可我还是上了当，因为我真的气得不行。我竟然希望方红诈骗成功，让堂哥得到教训。这就是目前骗局的高端之处啊！特别是很多女人遭遇的杀猪盘就是这样。不止笨女人，很多聪明女人都会被骗，甚至很多女人一开始就知道是杀猪盘，最后还是被骗了。人家不打暗牌，而是抓住你的弱点和需求打明牌，总有一款诈骗适合你。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对方红说，你以后别找我了，我啥都没听到，啥也不知道，你要干啥我也不会管。方红笑笑，姐，我就知道你是最好的，你放心，过2天我就离开，以后永远不回来。他这是在暗指，如果我不管堂哥的事，我和家人以后应该会安全。可我不敢确认啊，就算问了，他说以后你安全了，我敢信吗？我大步走到张月身边，假装很惊讶，林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堂哥回头，林瑶，你也在这儿？对呀，我在吃夜宵呢，刚去上厕所。我指了指旁边那桌，你来不来？林安想拒绝，我直接把他拉到我们那桌，大排档就要人多一起才好吃。堂哥很不高兴，方红过来积极劝堂哥，还朝我挤挤眼，仿佛我俩是一伙的。说实话，我已经算是够理智的女人了，明知道他是诈骗犯，此刻居然会喜欢他，真的服。这样会骗的女人，10个堂哥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堂哥很听方红的话，走到我朋友那桌坐下。张月低声对我说了声谢谢，后面买单的时候又送给我一瓶饮料，这已经是他能做到的最大的谢意了。回家后第2天，妈妈忽然跟我说堂哥要结婚，这么快？我很纳闷。是啊，妈妈说，听说只给3万彩礼，汇到越南也是一笔巨款呢。没辱没方红，话说这汇率就是好啊，3万彩礼在我们这儿真的很少，在越南居然是巨款。我没说话，堂哥突然要结婚，自然是方红发现我撞破了他，害怕事情有变，赶紧拿彩礼钱走人。他怕我揭发，我也怕他找人对付我，所以我也希望堂哥早点结婚。他赶紧走，
我现在走路都不敢自己一个人，必定要别人陪着，也不敢落单，宁可绕远路都得走闹市区，晚上也不敢出门。忙婚礼的事我很积极，因为我要看着方红才放心。这女人真的很会拿捏人心，经常和我聊天逛街，她风趣幽默，言语诙谐，还会替我打抱不平。我经常会忘记她是个诈骗犯，甚至偶尔会想，其实搞诈骗的也不都是坏人啊。在她的洗脑下，我都以为他们团队类似于古代侠义团体，行侠仗义，劫富济贫，惩贪除恶。后面我才反应过来，他是在监视我，控制我。一旦我有啥风吹草动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还好我表现得够傻，他才没动手。越临近结婚，大家的情绪就越躁动。堂哥动不动就给人吹牛，听我的，别找当地的女人了，一个个长得丑想得美。提要求的时候要按传统来，一谈义务就开始讲新世纪婚姻，只想要利益，不想要义务。他如今在圈子里那是炙手可热呀，很多人都羡慕他娶了个年轻漂亮还肯为他洗脚的越南媳妇儿。我们要自信，要外娶，别花钱做舔狗。你们给女人花钱就是在惯着他们。他说的唾沫横飞，滔滔不绝，偶尔林心在场，气不过就会对他，到底是谁在提要求时按传统，提义务就按新世纪呀？堂哥说要彩礼不是按传统，按传统女人就该任劳任怨伺候男人，结果女的又喊着新世纪人人平等。林心气得拍桌子，滚吧你！你不按传统，不按传统，孩子怎么跟你姓呢？怎么不姓阮啊？堂哥一下子愣住了。林心继续开机关枪，按传统女人不工作，在家相夫教子，男人赚钱养家，你做到了吗？现代社会，我们又要工作又要生养孩子，你按传统，你不知道古代绝大部分平民都娶不上老婆吗？都是要断子绝孙的。你该庆幸你生活在新时代，不然你这种又老又丑又穷的男人还想娶老婆？做梦呢！堂哥气得七窍生烟，指着林心道，大家都看到了，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女人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大家不要娶当地女人，要娶外国女人，好女人都在国外。亲戚们赶紧打圆场，我没说话，在心里祈祷快点结婚，快点结束吧。结婚要订酒席，还要拍照式婚纱，我暗暗啧舌，要不是知道方红是骗子，这么一套流程下来，谁还会有一点怀疑他是骗子呢？婚期越来越近，一切如常，啥也没发生。就在我快崩到极点的时候，婚礼前头一天，阮氏方红失踪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可算是松了口气。阮氏方红走了，我心里安稳多了。他总不能留在当地等着警察抓吧，应该也不会来找我麻烦了。我安稳了，可堂哥一家却破防了。酒席定好了，请柬也发出去了，还把婚礼宣扬的人尽皆知。JX 都装完了，新娘却跑了，这也太丢脸了。林心一得到消息就赶紧打电话给我，姐，走走走，我们去看热闹。哈哈，好的。我赶紧穿好衣服下楼，和他在大门会合。我就知道那个方红是骗婚新娘，就林安那个死样子，哪个女人敢嫁给他？林心一边笑一边吐槽。到了堂哥家，气氛十分压抑。我本以为就我和林心两个小辈沉不住气，想来看看热闹，结果到了才发现七大姑八大姨都在，还有邻居，都打着关心的旗号来看笑话。这也是堂哥一家早前太过分，到处得罪人的缘故。落难的时候，众人只会嘲笑，不会真心帮忙。有人安慰堂哥，林安啊，别难过了，反正也才丢3万块彩礼钱，不算啥损失。大叔啊，你要是能压住嘴角，这话还有几分说服力呢？其他人也纷纷附和。是啊，也就3万块彩礼。大伯母嘴硬道，没错，我们花3万块钱找了个这么漂亮的女人伺候林安，值了。堂哥坐在沙发里，萎靡地抱着脑袋，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骗我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小婶婶走过去说，林安，振作起来，也就3万块，不多的。我也上去装模作样的安慰了一下。林安忽然爆发，从沙发上跳起来，不是3万，是335万。什么？大伯母尖叫起来，怎么可能有335万？众人也都很吃惊。我好奇道，你的钱不是都在大伯母手里吗？房子车子也在你名下，怎么可能骗走那么多钱？林安哭着说，我之前做生意需要钱，他给我介绍了一个投资网站，让我在上面投资。我一开始不信的，后来赚了一些，就多投了。我越听越觉得熟悉，网站投资赚钱继续投，这不是派出所在我们小区拉的横幅上的内容吗？某某被投资诈骗10万，先下个 app， 按客服要求一步步转钱。这个骗局到处都是，屡见不鲜。前几年诈骗数额巨大，后来国家下大力气整治诈骗，经过国家的大力宣传，并且在银行设置各种拦截关卡，大额诈骗事件已经很少了。如今方红这一出是从网上转移到线下了吗？把骗婚和投资诈骗结合在一起，搞出了新花样。大伯母继续尖叫，所以你上次找我要钱就是拿去投资了？林安抱头痛哭，大伯母差点晕过去。林安，你这么聪明，怎么可能犯这种错误？其他人谴责他，堂哥哭着说，他都要嫁给我了，
我怎么会想到他会骗我呢？客观评价，堂哥并不笨，这么多年一次都没被骗过，他甚至还给老年人普及过防诈骗知识呢。谁能想到他居然会被骗？我一开始也怀疑是骗局。方红对我说，这就是个庞氏诈骗网站。堂哥说，众人面面相觑，林欣也搞不懂了啊，他还告诉你这是诈骗网站，你还投了？堂哥点点头，对，我问他这个网站正不正规，他说不正规，很有可能是诈骗网站。我一听就明白接下来的套路了，如果是普通人，可能就此收手，但堂哥是聪明人，聪明人会看到所谓的商机。他说，网站目前才没建立多久，应该不会很快跑路，否则东家没赚头，现在投是安全的，所以我就把50万全投了，想赌一把。众人这才恍然大悟。大伯父道，不对，你妈手里只有50万，那女人怎么可能骗走335万？对呀，最多就骗50万，怎么会有335万？其他人也好奇。堂哥擦了擦眼泪，我知道这是个诈骗网站，就把钱很快提出来，没再进去，因为很多诈骗网站一旦充钱太多，就会封禁账号，提不出钱，所以我没再投了。那个时候我甚至赚了10万。这么一说，我们又很纳闷儿，其实到这一步，堂哥都很聪明，甚至还赚了钱，怎么最后会亏呢？既然赚了，怎么又会亏335万？大伯父问出了众人的心声。方红一直在催促我做生意，之前我在和别人谈开店的事，那边需要的资金比较大，我想干票打的，但又没这么多钱。方红就说，现在房子一路下跌，以后不保值，可以卖掉房车。大伯母尖叫，你把房子车子都卖了？堂哥使劲的扯头发，我那是昏头了，还不是因为你们？他忽然指着我们大骂，说要不是我们天天说他配不上方红，他就不会一心想着干一番事业证明自己，从而受骗。大家不乐意了，关我们什么事呢？我们一直在提醒你，那个越南人是骗子啊。我问，到目前为止你没有亏钱，还赚了10万。众人反应过来，纷纷说对，问堂哥怎么回事。堂哥流泪，合伙做生意的是我朋友，是我自己找的，和方红没有任何关系，所以我觉得他不会骗我。我想他说的对，就把房车卖了200多万，原本要拿来做生意的。有一天我忽然看到方红在逛一个网站，他说这又是个诈骗网站，可以薅羊毛。大伯父问，你把所有钱投进去了？怎么可能？堂哥摇摇头，我没有，我只投了10几万。我知道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，数额太大很危险的。但是方红又给了我几个网站链接，我那时候被他灌酒灌得迷迷糊糊的，我想着分散投资，就算遇到跑路的，其他网站也安全，损失可以承受。于是我就把钱分成了好几份，分别充值了7个网站，谁知道7个网站都跑了，方红也跑了。堂哥痛苦地抱住脑袋，哭得悔不当初。众人我目瞪口呆，这个方红套路是一层又一层，防不胜防啊，各种旧套路结合成新套路，让人很难避开。我敢说，要是我是堂哥这样的男人，大概率也会上当。线下派美女吹枕头风、灌酒，混乱男人的神智，再给予利益诱惑，先给点甜头尝尝。别的投资诈骗网站充值50万肯定直接封号，但是有方红线下控制堂哥，网站就把钱给退了，还让他赚了10万，这可不得了，毫不费力的赚10万，谁不动心？方红也没有诱惑他抵押房车去投资诈骗网站，因为堂哥不是蠢货，他说让他做生意，堂哥没钱，自然会想到卖房卖车，等换成了钱，他再诱惑堂哥投资，堂哥不愿意，就干脆灌醉他，让他自己稀里糊涂的做决定。这世上总有一款诈骗适合你，2个多月赚走300多万，真是高利润高回报啊！给堂哥洗洗脚，做做饭怎么了？换成好多人，给300万可以叫他爸爸。堂哥一家报了警，警察很快就上门了。堂哥做了笔录，倒霉的是他居然没有方红的照片。方红临走前把他的手机、电脑、云盘全部格式化了。堂哥更伤心了。我想了想，终究有点不忍心，认真的劝堂哥往好处想，他只是谋财不害命。你想想看，那些被骗到缅北的要被嘎腰子呢，你腰子还好好的，已经很幸运了。我安慰完，谁知道堂哥汪的一声哭成了狗，更伤心了。林欣把我拉到一边，朝我竖大拇指，杀人诛心，还得是你啊姐。啊，怎么啦？我说的是实话呀，我很冤枉。林欣说，你刚去上厕所了没听到？堂哥之前撒谎了，他的房子根本卖不了200多万，他在方红介绍的网贷平台借了80万，利息高的离谱，房子车子存款没了不说，还背上80万的高利贷，现在他又找不到工作，大伯父他们年纪大了，又生病，退休金不多，他背债跟掏他腰子有啥区别？哦，原来如此，我恍然大悟，这个阮氏方红，我估计真名不叫这个，还挺讲道义，说不害人只求财，还真只求财，只是这财求的有点多，和当初跟我说的3万差了好几个数量级。堂哥一家崩溃了，大伯父一家求到爷爷奶奶身边，
我爸和小叔叔不干了，冲进爷奶家里道：如果你们敢拿钱给林安还贷款，我们以后就不管你们了。小婶婶说，这些年你们一直偏心林安一家，认为林安是嫡长孙，金贵得很。现在看看他什么样子，35岁一事无成，房子车子都没了，还欠一屁股债，谁还敢嫁给他？他想给老林家传宗接代，做梦吧。妈妈也说，当初给他介绍好女孩，他眼高于顶，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以为自己是皇子，要娶个公主。现在看看结果如何，还想娶年轻漂亮又顺从的姑娘，笑话，都是你们惯着他，才变成今天这样。爷爷奶奶老泪纵横，为了防止爷奶偷偷给钱，我爸和小叔叔合起伙来，拿走了他们的存折。之前爷奶老补贴大伯父一家，两家早就不满，可惜没生儿子，挺不起腰杆。如今堂哥成为当地的笑话，还背上那么高的债务，两家人底气也足了些。等拿走存折银行卡，果然堂哥一家就登上爷奶家哭穷要钱。爷奶说出真相，大伯母当场破防，在家族群里骂爸爸和小叔叔见死不救，落井下石，骂得非常难听。谈钱伤感情啊，亲兄弟为钱闹翻的事比比皆是。林心堂妹年纪小，立马冒出来道：你们好意思骂？这些年仗着生个皇子，天天上爷奶家里打秋风，爷奶都不知道给过你们多少钱了。现在你们家背了80万高利贷，用脚趾头都能猜到你们要爷奶的钱。爷奶的钱是你们的钱吗？这些年拿习惯了，真当他们的钱是自己的钱啊？要不要脸？你们家有此一劫，都是报应，活该。林安天天嫌弃这个女的那个女的，非要找个外国女人，我们都提醒你们是骗婚的，是你们不信啊。林心刷刷刷的甩出几张截图，是当日他发了一篇越南新娘骗婚的消息在群里后发生的争吵截图，看到没有？我们一堆亲戚都觉得是骗婚的，只有你们咬死不认，还得意地说就算是骗人的你们也不亏。现在如何？活该。大伯母被说的毫无反驳之力，群里很快就静悄悄的。我观察了一阵子，没人跟踪，这才稍稍松了口气。看来方红他们的确离开了，不然留在当地肯定会被警察抓。妈妈跟我说，有亲戚传消息，大伯父一家到处向亲戚借钱，可没借到，这就是他们做人太失败了。嘚瑟的时候到处显摆，平时又抠抠搜搜，说话还不客气，到处得罪人，真到难处的时候1分钱都借不着。妈妈语重心长地教育我，咱们为人处事要厚道点，低调点，是人都有落难的时候，别到时候众叛亲离，一点援助都没有。我连连点头，心有戚戚焉。堂哥一家借不到钱，不得不卖掉大伯父家的老房子，替他还掉债务。一家人租房子住，元气大伤。堂哥一蹶不振，几乎不出门。听别人说，他天天待在家里打游戏上网，也不出来嘚瑟了。他现在已经成为当地有名的谈资，也让人对跨国婚姻更加谨慎。有关部门拿他当警示案例，到处张贴宣扬，虽然没有指名道姓的提，但众人都知道是他，这让堂哥一家面子里子都丢光了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林心去上学了，不久他忽然联系我，给我发了链接，这个人是林安，那是一个帖子，主人公讲述他这些年为女人付出真心，不求回报，却总难遇良人的故事。最后他说，他被女友骗走300多万，难道这个世上没有真正的不拜金的好女孩吗？我现在真的好伤心，我只想卑微的求个女孩每天给我说早安，不求回报，我可以每个月给她1000块，给她买礼物，哄她开心。那语气仿佛他林安不是穷光蛋，而是有钱没处花的富豪，而且他好可怜，好卑微，无怨无悔的付出，却换来女人的背叛。他愿意为女人花很多钱，只求每天一个早安而已。下面好多人纷纷安慰他，谴责那群渣女。天哪，300多万，谁要是给我30万，我都可以死心塌地跟着他。为什么世上的好男人总是遇到渣女，好女人总是遇到渣男呢？博主振作起来，你以后会遇到好女孩的。我纳闷地问林心，你怎么知道是林安？林心说，看 IP 对得上，你看他发的内容，好多也能对得上，就是他。我也觉得8、9不离10。林心问，你说他受到教训，愿意改过了吗？我摇摇头，不可能的，别人有可能会改，林安不可能。宝，以后千万不要相信渣男的悔过，他们说的话一句也不要听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林心说，真的吗？等会儿我帮你试试。于是我开着小号去私信林安，你好，我看到你想要个女孩每天给你说早安，然后给1000块钱，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今年30岁，结婚了，长相普通，不知道可不可以。不久，林安暴躁地回复我一句，滚，你都结婚了，好意思找我要钱？我截图发给林心，看到了吗？不要相信某些男人哭诉说对女人无怨无悔的付出，他们所有的付出都是有潜在条件和要求的。如果真只想要一个女孩子说早安，为什么30岁已婚女人不可以呢？因为他知道这个女人不可能属于他，所以坚决拒绝。
他的付出都是以想要拥有这个女人为前提，不是什么无怨无悔无私奉献。那些所谓的舔狗，自称有多爱某些女孩子，感情多纯洁，不求回报，去他的吧，就是贪图人家年轻漂亮，不肯承认罢了。不然为什么不舔年龄大长像普通的女人呢？他们对年龄大长的不好看的女人态度可恶劣了。林心感叹，说得对，难怪说好马不吃回头草。后来唐哥林安找不到工作，决定出去闯一闯。他放话，我命由我不由天，我这样的人物必定要创出一番天地。大伯父强烈阻止。拉扯期间，方红忽然联系上他，说他在云南。堂哥激动的不行，一定要找方红拿回300万，根本不听任何劝诫，毅然启程去云南。他现在一无所有，也知道前路危险，可还是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抱着侥幸心理放手一搏。方红打的是明牌，堂哥也知道可能是陷阱，但他就是想去试一试。我记得云南那边靠近缅甸，我还记得方红说他们是专业诈骗团队，不搞其他业务。可骗子和渣男都是一路货色，他们嘴里没一句实话。哦，有实话。方红说他们不嘎腰子，不搞绑架，因为国内管得太严，国家把人们保护得太好，他们没法绑架，除非受害者自愿跟他们走。堂哥去了，然后就再也没回来，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样了。